Hello， 大家好，请各位想象一下啊，我手里拿着一把枪，我把它对准自己的头，轻轻地扣动扳机。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宇宙的我倒下的同时呢，在另一个宇宙里会立刻出现一个没有被子弹击中的我。也就是说，在我的意识体验当中呢，我从来没有死过，甚至连正在观看这期视频的各位呢，也可能会跟着我一起被带到了另一个宇宙里面，而您自己呢都不知道，你已经悄悄进入了一个还有我的这个宇宙。这件事呢，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匪夷所思？如果觉得不是很好理解啊，我建议大家呢，把这个片头反复多看几遍。开个玩笑哈，在科学界这个实验有一个非常疯狂的名字哈，它叫量子厮杀。刚才的演示呢，只是它的这个非常极简的版本哈。这个实验的设定很直接，拿着一把枪对准自己的头。这把枪是否会发射子弹，不依赖机械结构，不依赖火药，而是依赖一个完全随机的量子事件。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那么无论我扣动多少次扳机，在无穷无尽的宇宙分支里，总会有一个版本的我活了下来，而意识只会延续在那条我活着的时间线上。从主观感受上来说，我从未死过，这就是量子永生。我们再打个比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到某个地方，突然一种我好像来过这里的感觉涌上心头。你明明确定这一辈子从没来过这个地方，可大脑却告诉你，这里你非常熟悉。有没有可能这是另一个宇宙的你曾经真实来过的地方，只是那个版本的你因为某些原因已经不存在了？再比如你开车的时候，一辆大货车贴着你呼啸而过，事后你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一段画面，如果它撞上来了，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没了呢？谁知道呢？也许在某个平行宇宙里，那次事故真的发生过，而现在的你只是活在了另一条没出事故的时间线上。比如很多人做梦时都会梦见自己从高空中坠落，然后猛地被惊醒。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在某个宇宙里你真的掉下去了？这些例子听上去像玄学，像神神叨叨的幻想，但讽刺的是，真正的量子物理实验正在一步步把现实逼向这样的荒诞边缘。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量子纠缠研究，那组实验数据像是宇宙背后的裂缝，在轻轻提醒我们，很可能只是无数世界中的一个版本。要真正理解这一切，我们要回到1957年的一个深夜，普林斯顿大学宿舍里，27岁的小伙子休·埃弗雷特在昏暗灯光下写下一句：波函数从来不会坍缩。每一次量子测量都会让宇宙分裂。导师看完沉默了整整10分钟，因为那意味着此刻正在听我说话的你，在无数个宇宙里同时存在。有的你在工作，有的你在旅行，有的你成功了，有的你失败了，有的你彻底幸福了，有的你已经不在了，还有的你从未出生。而所有这些你都真实的、完整的存在着。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可能只是宇宙巨树上的一片叶子而已，而量子力学是那棵树上的根。科学家在原子内部发现，微观世界完全是不确定的。电子没有固定位置，它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它是同时存在所有可能的位置。这就是叠加态。只有当你去观测它的时候，宇宙才会选择一个结果，仿佛被你看见那一瞬间，现实被锁定了。薛定谔因此提出了那只著名的猫，猫既死又活。他原本是想讽刺量子理论的荒诞，结果却无意间戳中了宇宙的真实结构。原因就在于退相干，一旦量子系统与周围环境发生微微的互动，那些叠加态就会被锁死在不同宇宙里，互不干预，互不打扰。你看到的世界之所以稳定确定，只是因为混乱被隔离到了其他宇宙当中。2022年的诺奖实验再次重击了传统认知。量子纠缠表明，两个粒子
无论相隔多远，都能瞬间影响彼此。光速不是极限，距离不再是障碍。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但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它不只是鬼魅，它是真实存在的。量子计算机让这一切更加离谱。传统电脑用0和1运算，量子电脑能让0与1同时存在。如果你拥有300个量子比特，它能同时进行超过宇宙全部原子数量还要高得多的运算。牛津物理学家多伊奇说过一句话：这些计算是在哪里完成的？如果不是在平行宇宙里，那还能在哪里？更疯狂的是，随着物理理论不断深入，人类在弦理论、魔宇宙、全息原理、数学宇宙假说、黑洞宇宙论中发现，宇宙从来不是唯一的。如果弦理论是正确的，我们这个宇宙只是一张漂浮在11维空间里的3维膜，而在我们四周的高维深处，静静漂浮着无数张和我们类似的宇宙膜。它们之间没有光，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但一旦轻轻碰撞，就会诞生一个新宇宙。我们所在的宇宙很可能就是2张膜擦肩而过产生的火花。如果黑洞理论成立，那么每一个黑洞内部都可能孕育着一个全新的宇宙。或许我们所在的整个宇宙就是某个母宇宙的黑洞诞生的孩子。如果全息原理是真的，我们看到的3维世界只是2维宇宙边界的投影。星系、光、引力，你我所见的一切都是投影而成的影子。如果数学宇宙假说是对的，那么宇宙存在只是因为它数学上允许存在。任何数学结构，只要它自洽，就一定以某种形态存在。换句话说，所有可能存在的宇宙都已经在那里了。这样看来，宇宙旅行突然变得不再矛盾。你回到过去，阻止祖父母相遇，你不会让你自己消失，你只会创造一个新的宇宙分支。你原来的世界不受任何影响，祖父悖论从来都不存在。于是你会发现，宇宙的温柔与残酷在同一瞬间打开。你做过的每一次选择，你曾经犹豫、错过、后悔、害怕的一切，都在另一个宇宙里有了不同的结果。在某个宇宙里你成功了，在某个宇宙里你失败了，在某个宇宙里你鼓起勇气表白了，在某一个宇宙里你沉默了一辈子。无数个你，无数条人生，而每一个你都真实存在。如果另一个宇宙的我已经实现了全部梦想，那我现在的意义就是追上它。这些听起来浪漫到不真实的话，现在回头看都意外地贴近科学。越来越多的证据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也不是唯一的，也不封闭。我们只是站在四季这条时间线的尽头，盯着宇宙深处，试图听见来自其他宇宙的微弱回声。而你看完这段视频的瞬间呢，宇宙又轻轻地分裂了一次。在另一个宇宙里，你把视频划走了；在这个宇宙里，你听到了我的视频。而在无数个平行宇宙当中，只有在这个时间线上的你看完了我所有的视频。感谢大家。上期的视频呢，有观众说 AI 的语音不是很好听，我就努力自己再录一次。因为我前期录过几次比如说量子隧穿的视频还有一个是宇宙是否会重生的。这2个题其实也有很多，但是因为它的播放量不到10，在 YouTube 上视频播放量不到10，其实特别尴尬。你要是删，你也舍不得删；你不删的话，太尴尬了。没有办法呢，我就把我自己录的这些视频呢，基本上就删了。以后有机会呢，我再重新改良一下。今天用自己的语音来录制一下，也希望大家多给点意见。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地方不足，那个地方不足，请大家多给我点意见，我会去改进一下。也希望可以把频道做起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能听我唠叨10几分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感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拜拜。